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前者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前者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现在中东的局势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川普又呛瞎了，他说我要全面封锁荷姆兹海峡哦，美军啊已经上膛了，敢开火我就把你轰进地狱里头哈！所有的船只，川普说我都要把你禁止，你不能进也不能出哦，直到恢复整个完完全全自由进出的标准。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一张图。荷姆兹海峡大概是长这样。那伊朗在这边有一个收费站，不是每一艘船都要收2万美吗？那现在美国是不是也要在这里设收费站了？所以川普到底想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很震撼的一招啊，封锁海峡这件事情，中国大陆的官媒就酸川普说：“哎呀，你美国够狠。”也够蠢的了啊！你这样的话呢，你本来想要断绝伊朗的收入啊，让他屈服，让全世界向伊朗施压。可是这个最后的代价是什么呢？油涨，典型的杀敌1000，自损800。更形容美伊就像是2个溺水的人互相拉扯，谁都上不了岸。2个人都快要溺水了哦，要把对方给拉下去，可是2个人最后可能都会灭顶。那另外我们看到呢，川普下令封锁荷姆兹海峡，英国说我没有要参加哦，不要算我一份哦。英国政府的发言人说，英国将继续支持航行自由以及荷姆兹海峡的开放哦，对支持全球经济和本国生活成本而言，这是迫切需要啊。目前公开表达拒绝的国家包括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挪威、澳洲、加拿大、日本，这些都是传统美国的盟友。那伊朗这个部分呢，他们的表现又如何呢？他们现在呢就直接发布影片，他这个是革命卫队嘛，他展示了一段无人机在荷姆兹海峡监控海上交通的画面，意思就是说我是牢牢的控制了这个水域啊。那另外呢，伊朗的媒体说，美军的舰艇昨天不是报道说他有进来这个荷姆兹吗？要扫雷啊，干嘛？他说其实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他们被锁定之后就撤出了波斯湾，距离被摧毁只差数分钟意思是说他们的巡航导弹已经锁定了，锁定这2艘美军的驱逐舰，然后呢，攻击无人机也同步部署了。这30分钟让你赶快撤，你撤了之后就没差，可是你不撤，我导弹就直接按下去了。那2艘美国的军舰就立刻撤退，距离被彻底摧毁只有数分钟这个是伊朗公布的美国驱逐舰的影片那当然，美军部分的说法跟伊朗的说法南辕北辙那我们看到伊朗公布驱逐舰的影片，还说美军试图通过荷姆兹海峡的目的是要在停火的局势下制造虚假的成果对美伊谈判施加影响。因为那个时间点，其实他们在伊斯兰马巴德双方是有坐下来谈的。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美国的学者他们有做一些推估，他说其实伊朗的革命卫队还有60%的快艇战力，所以呢，如果你美国要去封锁这个地方那你还是会有威胁，因为它还是有武力呀。那另外呢，全球最怕什么事情呢？现在荷姆兹已经被掐住了，还有第2道封锁，这个是这个伊朗手上的另外一张王牌这个就是胡塞组织。他们如果去封锁阿拉伯半岛另一边的曼德海峡，这个我们在大白话里头也说过，这个地方是连接红海跟印度洋的一个海峡。如果这个地方也被他们控制住了，跟荷姆兹海峡一样，那糟了，全球的物流都会面临很严重的打击啊。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也门的胡塞组织说，如果美国跟以色列再发动攻击的话，我们会用更高的强度反击。所以你看到好像和平了这个地方，可是事实上不然。来，请教亮哥怎么看现在目前最新的局势？伊朗收过路费目标非常清楚，我不知道美国要干什么。因为美国你这样怎么收过路费？伊朗那个过路费，他收是他有一个前导船，那前导船要
带你过那个伊朗两个小岛中间嘛，它是有行政单位的啊。那美国这个到底怎么交钱给你啊？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欸。不知道是不是要收过路费啦？可是他说要把这个地方 clear。不是嘛？你 clear， 那就是因为等于是内圈，外面还要再加个圈嘛。对呀。那内圈伊朗就过滤了一些船不能过嘛。所以你美国事实上是针对伊朗允许过的船只再做过滤嘛。所以你美国是要挡哪一个国家的船？不知道。他说不能进也不能出。他最可能挡的船就是伊朗的船嘛。那伊朗的船大部分都是给中国的。我真的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啦，所以我才最近都会建议朋友说，手上最好就留一点油单啊，因为有一个人神经病一样啊，我再怎么样也没有想到他会出这一招。人家说，你不是要去地面作战吗？就是围在外圈，就不进，围在外圈不让船过。那你的目的就是希望国际油价能够降下来。是啊。可是你这个动作会造成国际油价上涨啊。我刚刚看了一下100块，布兰特原油期货现在103，破100，昨天101啊，现在要涨2块。是，就人家觉得你做这种动作，摆明全球的石油的那个消费一定会变少嘛，因为波斯湾的油会更难出去嘛，不是吗？是。所以我觉得川普真的很奇怪啊，我的感觉就是他不爽啊，就觉得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啊，那让你知道我有招啊，那他又不敢做地面作战，那又不想回去那种炸电厂啊、炸桥啦、干嘛啦啊，因为他知道伊朗有副案，伊朗的副案就是你如果炸我的电厂，我就炸阿布达比的那个新门计划 Stargate 啊，那个是美国8家公司在那边投资300亿美元。Stargate 数据中心，实际上就是孙正义那个计划。结果美国还没盖起来，阿布达比先盖起来了，300亿美金。是。所以伊朗我是觉得他都想过了啦。说你如果炸我的电厂，我就炸你的数据中心。那 OpenAI 的数据库就在那边，所以你的那个 ChatGPT 可能会不能用哦。我只是举例了。我是说伊朗它是有节奏的。这里面有8家美国公司，其中也包括辉达、黄仁勋。所以你美国现在要这样打吗？你看伊朗怎么选？你打我的电厂，炸我的桥，那才多少钱呢？有300亿吗？所以我觉得美国，我觉得已经乱了啦，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啊？那美国国防部长还跳出来那边叫，说要炸你的路，对，让你无人机的零组件不能够运送。对，他是这样讲。你不觉得非常好笑吗？对呀，无人机的零组件要用公路来载，我觉得这个国防部长也是很可笑了。而且你这边对整个国际说我要炸伊朗的马路。你这个恐怕有违反战争罪，因为马路是民用设施啊，是老百姓要用的，就美国这么大的国家，竟然让2个这么外行的人在那边每天制造这个新闻呢、这实在是很不可思议了。那为什么这个 Jelly Fans 在巴基斯坦没有办法谈出结果？对，其实那也很容易理解啊。因为他没有被授权嘛。不是因为条件太难达成协议。那他要让啊，他不能让嘛，他没有被授权。没有被授权，他也没办法让。我跟你讲，你不被授权，那这个也很奇怪，你没有打败对方结果你把对方当作战败国，全世界哪有这种谈判的？你没有打败对方，结果你的谈判条件是按照对战败国提出的，对日本啊，对纳粹啊。提出来的谈判条件，我笑死人了。你这个当然不会有结果嘛。目前呢，这2个国家都很麻烦啊。伊朗对美国提出来的条件，也是对战败国提出的条件。伊朗也没有打败美国啊。伊朗就说啊，你先给我那个经济制裁全部取消再说。
这美国当然不可能同意嘛，一样啊。所以我跟你讲啊，现在就是两个国家啊，都无限上纲，都把自己当做战胜国。嗯哼。那我们在外面看戏的人啊，我们就眼看到伊朗也没有招，美国也没招，他们都没有真正打败对方的招了。结果就开始出昏招了，你知道吗？我打不赢你，我不让你的传出去，这也是一种招，你知道吧？就是一个乱打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战争乱枪瞎，就是我打不赢你，我也不敢做地面作战，可是我不让你的传出去。他摆明的就是不要让伊朗有收入嘛。那他前一阵子还说要去占领那个哈格岛，说让伊朗的船出不去，对不对？是。他现在更节省了，我直接围在外面就好了，连哈格岛都不用进去了。因为进去还有风险呢。可是其他国家的船也进不去啊，所以这个地方就完全被堵死了。是啊，是啊，所以，搞不好里面有日本啊，还有法国啊，一大堆啊，印度啊，通通都被堵了嘛。是哦，这是一场混战啊，将军，你怎么看？这个荷姆斯海峡被双封锁，这伊朗封锁，美国说也要封锁。那但是我认为伊朗看到美国它有3个短板。变成伊朗呢，他就有底气了。美国第一个短板呢，就是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的西方国家没有国家站队，你不管是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甚至加拿大跟这个澳大利亚，他也不站队啊。那个伊朗最怕这些国家站队的，站在美国就哇，大家变成整个团队团进团出，给伊朗这个施加这个战略压力，伊朗就会受不了。那现在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在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他的31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说要来参与咖，那就问题出在这个地方，这个被伊朗看到了，伊朗说：“哎呦，这样子美国只有玩搞单边，自己在那玩，那这样的话，伊朗就有底气。”第二个，不是光指着荷姆斯海峡，我们看整个的波斯湾，整个波斯湾的东岸就是伊朗，整个波斯湾的长度980公里，这980公里东岸全部都是伊朗。所以伊朗它享有地缘战略之力，因为整个东岸是它的，它可以沿着整个的波斯湾布防，还有重点在荷姆斯海峡。哇，那这样子就整个地缘战略整个先控制住。所以伊朗它有这一个短板，美国没有，美国只有驻军是点的驻防，不管在巴林、阿联酋、卡达、科威特是美军点的驻防。点着驻防没有办法发挥面的战力，那这美国就差在这个地方。那伊朗它是全部。那第3个问题呢，就是美国原则上美国不打大规模的地面战，所以美国你看它对这个包含夺岛战它都不打，包含北边的哈尔克岛它不夺，然后在最重要的在这个荷姆斯海峡有一个岛屿叫做拉拉克岛，这个是个战略小岛，它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战略的价值蛮高的，美国把它夺下来，这个荷姆斯海峡美国就控制一半了。但是美国连那个拉拉克岛它都不夺。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荷姆斯海峡东岸，美国可不可以夺下来？美国有能力夺下来，但是美国因为有评估战损太高，这个付出太大，因为要进行地面战会有重大的牺牲，所以美国也没有说要去夺这个。荷姆斯海峡的东岸，所以你既然美国不打地面战，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对伊朗在军事上产生压力，让伊朗在军事上的退让，所以这样伊朗他就有底气了。他看到这3个短板之后，美国他有这个2个短板，那所以伊朗底气就够了，他就要那个至于美国说要收这个荷姆斯海峡的过路费，那我就认为他怎么样去实施，他能够长久实施吗？它也不是在地的国家，它是域外的国家，区域外面的，它只是驻军在那个地方，它在那个地方完全没有领土，它怎么去收过路费？就跟我们要去租停车场，你有产权你可以租房子，你有产权你可以，你甚至是个大2房东，你可以，因为你有契约在手上，但是什么都没有啊，你怎么去收过路费？在整个的法理的条件下，甚至升高到国际法。甚至升高到联合国公约，你都没有办法收过路费这一个条件啊，
伊朗才有啊，因为伊朗这是他的领海，他可以在这一方面，可能在法理上他有一点可以站得住脚，美国没有办法站住脚啊，那就会变成美国走的是霸权主义了，那在国际上美国可能就站得不稳，所以伊朗就看到这3个短板。是，来，老师怎么看这个混战？我跟你讲啊，非常混乱的，我们在哲学中叫做矛盾了啊，就是说是这个有3大矛盾了。大家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出现的吗？就是说是原来川普啊，2月28号以前呢，听到以色列的怂恿，跑去打这个美国这么多的总统，47年来没有人不想打，没有人敢打，只有川普敢。那川普打这个结果就是个大矛盾了啊，就是然后呢，这个大矛盾的原因的话呢，以色列要打，以色列为了要鼓励打啊，居然把黎巴嫩炸死多少人，你知道吗？354人啊！大家要了解啊，你要丢多少颗炸弹才炸死354个人啊？其中大多数是平民啊，那这个就血海深仇的这个矛盾。然后第二个矛盾的话呢，就是突然停火了，以色列不干那不讲哈，要什么呢？要从头到尾就不怎么听话的范斯跑去谈判。这范斯开什么玩笑啊，对不对？那么美国还给范斯压力，叫他拿这个结果回来。你知道美国派多少人到巴基斯坦去啊？美国派那个飞机300人啊。对不对？就是要达这个结果。人家范斯什么傻瓜？范斯因为不理这件事情，没有像海克塞斯跟那个卢比奥那么傻乎乎的，支持率上升20%，变成53%，其他人连他妈35都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范斯就草草收场，大家就一日游就回去了。回去以后，哇，这个川普就大矛盾了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没听到范斯就再继续冰住了。现在的话呢，就是封锁。那大家要了解这个第3个矛盾啊，这个矛盾当中，这个本身霍姆兹海峡它就很窄。那伊朗在那边的话呢，刚刚里面讲了个讯息，讲就60%的小炮艇在那边绕回，你只要过来就打掉。美国不是没有努力啊，这个要和谈一下子失败以后，美国搞了2艘航空母舰，川普本来想吹牛，说我们只要2艘舰，人家伊朗马上公布个影片，你过来，你敢过来，把你击沉，几分钟之内赶快跑掉了。所以说呢，这个里面讲当中的话呢，美国现在做的方法也拿不出任何办法。首先第一个，那你应该说要海军防卫，那川普讲说海军已经完全被他打掉了。他在讲到 blockade 就是封锁之前，说伊朗已经没有海军，也没有空军，都被我们干掉，然后炸也没地方炸了。那现在的话呢，剩下的话就是要登陆又不敢。说真的良心话，我觉得川普这个人呢，说句实在话，这个美国真的很倒霉。一个这个智商到这种程度的人呐，然后呢，做出一大堆的矛盾的现象，而且这个发生的矛盾从头到尾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个战争不会结束的，因为以色列不要结束啊，那你有办法反对以色列的想法吗？没有，所以说这个就成了这样子一个矛盾的结果啊，没有人会满意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的油价已经老早就可能要都过100多了，那这个是结果是。老师刚刚有提到范斯到了伊斯兰马巴德跟伊朗这边来做一个谈判，可是不出大家的意料真的谈崩了，没有达成协议。川普不断的开炮所以这个战争又会重启吗？再开战倒数计时吗？川普说了，我可以在1天之内摧毁伊朗，让你们能源全部完蛋基础设施啦各种发电厂啦，我都可以把你炸烂。那伊朗的议长呢就有回应，他说：“你打我们也打呀，你回归理性我们也会要疯一起疯。”现在大家已经大概知道川普他的套路就是这样就是常常会撂一些非常狠的话，可是实际做的事情恐怕又不是那么一回事。不过我们再来看看美军的布局也起人疑窦像您看到他现在航母的最新的动向，通过这个画面您看到过去1周美国正利用停火协议在各个战区进行重新武装补给，还有关键资产的重新部署，包括您看到布希号这个航母打击群，它第一批舰艇在4月初就通过了直布罗陀海峡预计它的旗舰以及其他3艘的护航舰也将在近期会通过。那另外呢，福特号它的打击群目前部署在东地中海，林肯号航母部署在阿拉伯海，底下还有一个迪利波利号另外，您看到全师号在这里，这是第1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全师号2栖戒备群他们已经离开珍珠港了，正向西穿越太平洋前往中东，来到这个地方
所以您看到哦，如果是这样子的布局，那地面部队或者是更进一步的这个战火会重启，好像也不意外。大量的美军运输机现在赶赴中东战场，可是有一些战损，包括 KC-135加油机呀。我们看到呢，这一架加油机被发现它的机身布满了弹片，显然遭到了战斗损伤，现在在英国降落哦。那它布满这个各种修补过的弹片孔，显然是在一次袭击中幸存下来的。而另外呢，因为运输的加油机现在损失惨重所以据说啊，美国空军从沙漠坟场有一些老旧的飞机，那时候都停在那儿打算报废的，把它给回收回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 Fly Global 报道，目前有2架的 KC-135同温层加油机已经从亚利桑那州它的这个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封存的状态下重新启用包括其中一架机龄已经高达了68年，不可思议已经非常老旧了。那另外我们看到伊朗已经截获了美军 AN/AAQ-24雷射导引拦截系统，透过我们的画面，你可以看到这个系统可以侦测用来袭的飞弹。如果你有飞弹过来，我可以把你侦测，并且利用雷达干扰美军的 MC-130J、C-130C-17还有 CV-22这个平台都部署了这个系统，可是已经被拦截了。而包括呢，这个纳坦雅胡现在也是一个关键人物，他非常凶猛的这个袭击了这个包括黎巴嫩嘛那现在呢，以色列的官员说，以军已经准备在对伊朗发动攻击了那他们还在备战，高度的戒备的状态。那以色列的以色列的总理，我们看到纳坦雅胡他身穿防弹衣现在现身在黎巴嫩的南部他也在鼓舞他们的这些士兵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我们现在包括呢，以军已经消除真主党入侵的威胁，所以你看到旁边全部都是蒙面的士兵。纳坦雅胡在黎巴嫩、以色列还有美国官员预计2天之后在华府进行直接会谈之际，走访黎南。我们看到他们即将在美国也有一场谈判，可是他现在到了前线，也就是黎巴嫩的南部，穿上了防弹衣，看起来精神也很好所以你看到呢，包括以色列暴走重击黎巴嫩，纳坦雅胡现在陷于难以收手的3重困境包括你看到美国人现在也在嘲讽川普，他说你是纳坦雅胡的狗吗？他叫你往哪走你就往哪走吗？他指挥你往东你就往东，指挥你往西你就往西所以这个战争当然这个政客很重要。我们现在有3巨头，包括川普，包括纳坦雅胡，包括伊朗现在的指挥系统这个也是有人在指挥的，所以现在战争变成一个混乱并且很难预测的状态。来，亮哥，这个今天还有传出一个消息就是为什么 Jellyfish 没有传出结果？听说在最后快要做结论的时候，他突然接到纳坦雅胡的电话直接打给他对，然后要他直接考虑以色列的利益，说你要答应所有的条件之前，先想一下对以色列有多大的伤害。结果这个，我觉得 Jellyfish 可能就判断这个是川普授权的了，所以他就不敢做出结论，所以你就知道他有多强势了。实际上我觉得纳坦雅胡这个问题，美国是非处理不可了。因为当初斩首就是他干的，美国事实上并没有介入斩首是，所以你美国就必须要做出一些动作，让人家觉得你可以节制纳坦雅胡，不然伊朗不会相信你的啦。那美国要处理纳坦雅胡其实蛮容易的你应该透过 CIA 介入以色列，然后让他下台了。这个美国很拿手的啦，绝对做得到了。而且纳坦雅胡本来在国内的民调就是50左右吧，而且他有官司即将要面对，因为他目前的那个因为战争所以那个所启动的那个所有的禁制令现在取消了，所以他的司法他也要去面对了，这个时候就是机会吧，我觉得以色列不处理
伊朗战争要结束，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说你刚刚讲到 KC-135加油机啊，是。如果美国不用 KC-135来帮以色列，以色列的飞机其实飞不到伊朗啊。以色列距离伊朗有1200公里，你怎么飞得到？而且你在空中加油之后，就是在海湾国家的上空加油，然后才飞去伊朗作战嘛。甚至包括你飞出来，也要再加油才能回到以色列。所以美国是人尽意志了，因为加油机是很容易被攻击的。他为了你以色列要打伊朗，他出了那么多架，而且 KC-135被打下来，可能有将近10架，这么多被打下来过。不，因为加油机飞得比较慢，所以它事实上是很容易被攻击的。那伊朗就是用那个跟着红外线导引嘛。追踪你的热源，然后到你附近爆炸，所以为什么身上会有很多弹片？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美国要节制以色列，它是有筹码的啦。就第一个啊，我不帮你了，你又要用我的美军基地，我不协助。美国也可以借口啊，说海湾国家有意见。事实上海湾国家对以色列是很有意见的啦。是。因为他们都是属于穆斯林的兄弟嘛，对，没有必要介入那么深啊。所以我觉得美国要处理这个局啊，其实处理以色列对美国来讲是一个筹码。可是我到现在没有看到川普在用这个筹码，我的感觉是川普非常害怕以色列。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上吗？因为 MAGA 里面最核心的选民就是福音教派。福音教派是最支持锡安主义的，就是以色列要变成大以色列，要扩张领土嘛，福音教派比犹太教还支持。美国有很多犹太人啊，犹太人其实不一定是锡安主义者啊，是，可是福音教派都是 ，OK， 所以就卡在这里啊，哎，将军怎么看？我认为美国这个航母这个布希号过来可能还不够，还要调派另外一个航母打击群才够。因为他来接替福特号的航空母舰的打击群呢，已经10个月了，300天了。因为他就是火灾烧，那个床铺也烧了，马桶也堵塞了，洗衣房也烧了。他到希腊去做一些修整完毕还是不行，他要回去了，因为他回到他在这个大西洋的诺福克港，然后这布希号进入那个直布罗陀海峡，就往地中海这边过来接替。但是另外一个林肯号呢？林肯号现在目前在阿拉伯海，但林肯号执行任务啊，也5个月了。他从去年11月就出港了，那现在已经是2026年的4月了，也5个多月了。所以让他来看，而且他的这一次的作战的战果并不显著，因为这个伊朗的无人机，还有伊朗的导弹，还有伊朗的水下无人器，都会对林肯号的航母打击产生威胁，所以它离得比较远，它甚至最远的时候离到那个伊朗的海岸线了1000公里，为了确保不被伊朗攻击啊，那它所能够发挥的战力又相对有限。那至于它那个来的2栖突击舰，它的所能够取代航空母舰打击群的效果毕竟是有限，所以它应该调派另外一个航母打击群才可以。但是问题是，美国如果从东太平洋横跨太平洋过来，通过印度洋，然后进入阿拉伯海，它整个的航程可能要1个多月啊，1个半月左右，因为它横跨这个太平洋跟印度洋，那时间旷日费时，所以美国在这方面，它兵力的调派，我认为尤其是航空母舰的调派产生了一些问题，所以对伊朗啊，在上一次的战争40天的战争当中啊，并没有一举奏效，因为兵力部署不够到位。这火力不足，造成伊朗没有在这个短时间内向美国屈服，所以伊朗在这方面的谈判呢也有了底气了。那我们先来看这个 KC-135的同温层的战略空中加油机，它被这个你看它上面的弹孔，它换句话说，这个不是直接命中，是感应命中。它在感应速度太快的时候呢，这个地对空的飞弹感应住了，但是感应住的时候
它就有磁性，就爆炸，然后这个我们那个钢珠啊，就那个弹珠钢的那个弹珠，整个散开打到你看，所以它一个孔一个孔一个孔，但是没有打到要害。它如果是爆炸，这直接命中还爆炸，那这个炸个大洞，这个飞机就毁了。所以是感应爆炸，感应命中，炸到了，那它可能要到这个现在没有办法出任务了，要回去大修。那整个飞机的蒙皮表面还有内部的零件、重要零组件都要来做检查。所以它的任务已经算是失效了，不能执行任务了。换句话说，这个，那他现在从亚利桑那州的飞机坟场，来把那个旧的这个可以叫做零件啊，还有飞机拿出来修，拿出来整个的把它 run 一遍啊，检整完毕之后拿来用。为什么？因为它在地面上被这个伊朗的无人机还有伊朗的导弹炸了，总共前后，刚才亮哥有讲，总共将近10架。那10架你要叫它生产没有办法，那赶快从飞机坟场那个旧的老批号的 KC-135拿来赶快检整，该换一换，里面线束换一下，可以用的可以用，然后检整一下拿出来，再试飞一下可以用了，就往中东地区来调派，是这样。换句话说，美国在军火上面呢，不是光我们上次所讲的，它的萨达系统那个爱国者飞弹呢，从韩国来调拨，飞机可能有点不够，是它才会从飞机分场拉，要不然它用 CB-4动空中加油机也可以啊，用 KC-135还有其他的机种来替代也可以啊，没有办法，除非它像日本，甚至像新加坡都有 KC-135向他们借，那这个传出来就更不好听，所以他宁可从飞机分场拿出来做检整，然后来应急，因为这个一定要做替补，不能说不替补，那将来的对伊朗的空中轰炸没有办法，没有空中加油机就不能去炸了，因为你炸了回不来，一定要经过空中加油才有办法。所以对以色列来看，还有对美国来看，它的空中轰炸任务目前的压力是蛮大的。对，所以这个很矛盾哦，因为美军一方面它武器消耗太大了，可是它的大部队还在往中东送去，所以它是在虚张声势吗？老师，我坦白讲了。美国跟这场战争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以色列才需要用到空中加油机了。对，美国有什么关系嘞？大家打地图一打开看，这个大家的 F-35是很厉害，没有错。但是那个 F-35的话，那个飞的到伊朗那边去了回不来呀，对不对？要轰炸啊什么的。以色列的飞行员是很厉害的，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听过他们在空中出什么事儿了。我们只听到伊朗打掉美国的飞机，没听过伊朗打掉以色列的飞机。以色列的飞行员真的是训练没话讲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有名的训练的好。但是请大家看到这个最后一张，你们稍微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底下那个漫画啊，这个纳坦雅胡底下牵的一个长得很像川普的一个小马了，这个 pony 旁边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的爱泼斯坦了。对这个大家要看仔细了。什么叫爱泼斯坦呢？爱泼斯坦犯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罪证啊，就是叫做那个 pedophile 了。这个中文我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还搞了一个私人的岛了，然后有名的人的话全部在上头了。然后里面呢，据说了这个爱泼斯坦的档案当中，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有3点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了。为什么川普这么听以色列的话？第一点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大家都传出来，爱泼斯坦搞了一个私人的岛屿上面的，然后那个川普里面的照片，据说有上万张了。然后他那个司法部长原来那个 body 的话呢，把他涂黑，现在突然被 fire 掉以后，他手上有没有带这个档案都不知道。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爱泼斯坦好像是双面间谍了因为他自己一听这个爱泼斯坦跟爱因斯坦一样，一听就知道是什么人嘛，又是纽约的，要长那个样子，一听就知道什么人。然后呢，非常有可能替摩萨德做事啊。对不对？然后要收集到这些照片，我跟你讲这个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什么干了这些坏事以后，居然都有档案呢？这个完全不可以理解，你知道吗？不但有档案的，而且重要的人物像英国的安德鲁王子，现在都变成了一介平民了，对不对？然后挪威的话呢，这个皇太子的老婆也都在里头疯得不得了。那这个里头的川普到目前为止，他所有的档案，你认为说摩萨德没有吗？然后第3点原因的话呢，真的回头想起来我一开始讲的这句话，这件事情跟美国就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嘛。那你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加油机要配合以色列，甚至于拿从空中坟场拿出这个68年的加油机来，要替以色列加油。那以色列自己完全都不管的，以色列没有加油机的。
以色列根本就不准备。以色列，我跟你讲哈，前不久在网络上传的纳坦雅胡自己讲话，说这个川普太伟大了。以色列建国到现在为止，没有碰到一个这么好的美国总统，真的是太好了，居然帮以色列清除掉所有的比较麻烦的工作，然后剩下的简单的工作，那个以色列最厉害的空军去炸完了以后加油回来，就没有出现任何的意外。但是美国现在就麻烦了。对，所以这个以色列可以予取予求，恐怕真的可能有什么样的把柄，我们在揣测哦。老师刚刚有特别提到了那个档案是不是有可能在以色列手里所以川普只好照做呢？不过我们来看看现在呢，各国也都要自己为自己的这个状况自己的各自的营生呢找出路了。包括您看到阿布达比的王储哈利德此刻正在中国大陆访问，他是应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在12号到14号来访问中国大陆。那这个访华的这个背景，我们知道中东的局势非常紧张，还有多重战略的目的的关键外交行动向来标榜安全避风的阿联酋，现在遭到伊朗的大规模的飞弹无人机的攻击。过去1个多月，大家有看到，包括它的中东金融中心这个股票不断的往下跌所以阿联酋股指暴跌。另外你看它是旅游中心，作为旅游中心，它的杜拜的帆船酒店也被炸了。那另外它是交通航运的中心它的机场啦，还有包括荷姆兹海峡这些通通某种程度也被毁了所以在巴基斯坦的那一场谈判，美国其实一开始是邀请阿联酋也来当见证人，可是伊朗坚决不同意最后是沙国还有卡达去嘛。那我们看到包括这个阿布达比的王储去了北京，还有一个国家的总理，这是西班牙首相Sanchez， 他也跑去中国大陆，他也去北京访问，这是他第4次访问中国大陆彰显对华自主路线包括我们看到呢，这个 Sanchez 他访中他有喊话他向北京喊话，他说北京应该在全球的安全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包括黎巴嫩、伊朗、加萨、约旦河西岸还有乌克兰的冲突，他可以做更多，他要求中国大陆的角色应该还要再加重。那这一次他再度访陆显示他不愿意在对中的政策上跟川普保持一致，而且大家知道，在中东战争刚刚开始没有多久，他就拒绝了这个美国要用他们的空域这件事情。那桑切斯是预计4月14号跟习近平会面，在期间他会参访小米的总部、清华大学以及中科院。你看到他这个试坐小米汽车，这是4月13号在北京。那小米的总裁雷军他亲自接待并且来讲解。而另外呢，他来到了清华大学，也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很多学生把他围住并且拿出手机来拍照。那我们看到呢，他在演讲的时候呢，他对着学生演讲，他一开始也用中文，我们来听听看。大家好。Sin una Europa unida y por tanto fragmentada, no puede haber ni habrá un orden internacional estable, ni un futuro próspero para la humanidad, como tampoco podrá haberlo sin la participación de este gran país que es China. 好，大家知道伊朗因为它被制裁嘛，那它的钱哪里来？我们看到这一篇报道来自于《华尔街日报》。他说，伊朗的影子银行代购武器零件超过1500亿，透过香港的公司来做流通。那《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内容是说，香港作为伊朗规避美国制裁的重要枢纽，长期协助伊朗进行影子银行交易跟军事采购，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所以美国官员觉得非常的挫折，没有办法防堵这件事情。那另外我们看到有一架大型的中国货机，据说已经降落在德黑兰，这是根据外媒的报道。没停火不到24小时，就有第3架中国的货机已经抵达了伊朗不过最近川普还杠上了，我们看到教宗他是梁14他说因为起因应该是这么讲教宗梁14呢，他在祈祷会上针对伊朗的战争发表了到现在最强烈的谴责，而且看起来是针对川普总统，所以川普非常生气，他说我也不喜欢你我也不喜欢梁14他并且指出说如果不是我天主教会不会让你上位，
如果我不在白宫哦，你梁14也不会在梵蒂冈哦，所以你可以这个不要当政客，好好当教宗哦。他也对这个教宗用了非常措辞强烈的这个话语来抨击他哦。这个对于很多这个世界上很多教徒来说也是很难接受哦，看傻了眼，应该这么说。来请教亮哥。这个西班牙的首相是连续4年都访问中国大陆啊。那他本来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是500亿，那中国大陆真的就每年都在降啊。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开始大买西班牙的农产品了啊，所以1比例猪肉大概对，很多也很便宜。中国大陆就变成一大堆这样。对。那这个阿联酋啊，其实是蛮关键的，因为它就是在整个海湾国家亲美里面得到最多的，你看那个数据中心也开在你这里，是啊，那杜拜也因为这样成为金融中心了，对不对？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很多都是美资，还有以色列资啊，以色列资，就全球的犹太人资金是，都往这里投资嘛，所以他获益良多啦。获益是最大的，所以他这次也被攻击的最厉害，那甚至他还参战，他选择参战了，所以去访问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大概有兴趣想听他怎么说啦，因为中国大陆跟阿联酋关系蛮密切的，他甚至连那个数位人民币也是在阿联酋杜拜当做那个金融中心哦，还有整个华为的布局，在阿联酋也非常深了，所以我觉得海湾国家这一次可能会有一个明显的，它开始分开了啦，就是说有些国家，可能阿联酋就是继续选择跟美国结盟了，可是有些国家开始忧虑了，比如说未来卡达尔，就是送川普飞机那个国家，卡达总理最近就讲了一段话，他说如果美军基地就是针对伊朗的话，他考虑不要让美军继续留在卡达。这个是很大的新闻哦，因为乌代德的空军基地就在卡达，所以我觉得海湾国家已经开始分裂了，就有些人觉得恐怕不要沾染这个外来的，明显就是对抗伊朗的国家嘛，那本来海湾国家不一定要跟伊朗为敌嘛，可是因为美国的介入，几乎所有国家没有幸免的，所以我觉得在战后啊，其实这2个人去访问中国大陆挺有意思的啦。你说西班牙首相，西班牙就代表北约嘛，是北约在战后跟美国的关系，我看也有的看哦。因为这个卢比奥已经说了，说战争结束就要来收拾北约啊。我认为美国应该会有部分的撤军啊，因为美国在欧洲有10万兵力啊，光是德国就36000。我认为美国会做一个很大的动作，在北约的部分可能也要一些撤军，就是他可能调整兵力部署，那调整到格陵兰，就故意搞你啊。对他念兹在兹的格陵兰，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存在哦。对，我们就看下去，就离开德国，搞不好去格陵兰了，就直接派过去。OK， 因为很近啊。对啦，就啊在北边而已。而且美国在格陵兰本来就有军事基地。是啊，只是人数扩大不多部署，对，扩大部署。好，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进一下广告。请教将军怎么看？我们现在看到了，包括世界好几个国家，阿联酋跟西班牙的首相都到了北京。我认为这个在美国立场都希望这些中东的这些国家都能够参战，来共同跟美国一起来打伊朗。但是问题是他们都不动啊。但是为什么阿联酋要动一下？阿联酋派了幻象战机，还挂了弹，形式上做了一下，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这些国家如果在跟美国站队去打伊朗，那就是又是帮以色列了。
因为以色列是叫美国去打伊朗，只是这个川普被那个纳坦雅胡给说动了。那现在只有这个阿联酋，因为阿联酋损失是最大。而阿联酋，你看我们杜拜，想要杜拜啊，所有到欧洲转机啊，都到杜拜去转机。它不止金融中心，它还是个世界航运中心。为什么？欧洲到亚洲，杜拜转机；亚洲到欧洲，杜拜转机，这很重要。结果这次被打最惨，为什么？因为它的都是高价建筑嘛。那今天伊朗要打，当然打高价的，打高科技的，打高金融中心啊。那其实至于其他为什么不参呢？你科威特也被炸，卡达呢也是被炸，巴林还有包括沙特阿拉伯都有被炸到嘛。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参与？不跟那个阿联酋一样，你一起出兵去打伊朗？他们讲我们去打伊朗啊，就是帮以色列去打伊朗。所以那阿联酋呢阿联酋第一个损失最重，第二个阿联酋总要给美军一个交代，你被炸那么惨你还不动啊？他只动一下，象征性的。并不是实质性的，我认为是形式上的意义，对美军有个交代。因为打不场，你不要老是靠美军来保护你啊，你自己要出动一下。我认为这个原因。第二个还有历史的因素，因为真的所有的这些中东国家都跟以色列打了或多或少的战争，叫以阿战争。不管是6日战争也好，后来这个以阿战争呢，一共打了5次以阿战争。然后现在这个以色列在打巴勒斯坦也好。打巴勒斯坦哈马斯，或者是打北边的黎巴嫩，也是这个历史的遗绪嘛，所以这方面的历史的仇恨也让他们一下子心结不会放得下来。是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川普谁都敢骂，连教宗他都要批评。来请教老师。我跟你讲哈，这个我是非常非常生气啊，因为我是这个天主教大学毕业的，我在那边拿了博士啊，我的学校是天主教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学啊。那么我现在讲，他这个长话不讲了，就是教宗原来啊，就是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做弥撒的时候啊，就直接的指名道姓的就讲了川普一顿了。哇，川普非常不高兴啊。我要讲3件事情啊，川普其实侮辱了全世界10几亿的天主教徒啊。首先第一个，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网络上可以看得到啊，就是川普还穿的跟教宗一模一样的衣服，说自己就教宗啊，对不对？但你这个简直对人家太侮辱了嘛，对吧？你把哈梅内伊干掉以后，你天主教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派别，这是第一件事情啊。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教宗就非常生气，而且这个教宗就是美国人的，芝加哥长大的，你听着教宗讲话英文根本就是美国人的，是他是美国人，美国人最了解美国人，美国人看不起这个。说句良心话，那教宗就是我们天主教会当中里面受的学问最好的才有资格当这个教宗啊。所以说那个他自己看到美国中出现这种总统，所以他骂他等于是爹骂儿子这种骂法，你知道吗？结果居然就是大逆不道啊！那个川普讲，然后第3件事情啊，川普讲这种事情啊，说你这个教宗能当教宗还是靠了我。极大的侮辱啊！大家知道，一个教宗选出来的时候是把全世界的枢机主教全部交到罗马去，然后大家在里头烧那个黑烟白烟，哎，那黑烟表示没投出来，只能够祷告，不能够拉票啊！大家要知道，教宗选出来可以说是最公平的民主制度啊！等到有了出现的话，大家慢慢心里明白了，这个教宗能够得到票数了。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讲说，哎，不是我的话，你们天主教会找分裂，而且你又没有资格干。你讲这种话，对于人家的宗教的侮辱啊，所以伊斯兰教。